你给女朋友或给男朋友都一样啊，你给女朋友去转账，转多少钱？怎么转？微信。哦，我知道转多少，怎么转？转200。转200，对不起，不，比如说转2000，转2万，对吗？最终结果是什么？自愿登记。有一天你俩散伙了，这钱要得回来吗？要不回来。要得回来。转2900。记住，要得回来。打出转账记录一看，多少钱你就给我，要得回来。知道什么钱要不回来吗？在我们中国，怎么才算结婚？领结婚证。对，你说对了，你很聪明。领证。领证。领证算结婚。那么你办不办婚礼或者什么的并不重要。从法理上来说，当然了，法理来说你就是办了婚礼，你没领证，它也不算，知道吗？不算合法。啊，对对对，只有领证才算。领证那一天才是。在你们的财产纠葛上啊，财产分割上啊，包括你们的这种法律层面才属于。所以说我们的离婚率高的原因就是在这儿，因为你领证属于结婚。换句话说，再领个证就算离婚呗。离婚证。对，前几十年的离婚证是蓝色的，但是现在我看了一下离婚证，他们晒的不是红色的了，现在变成，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变成红色的了。我记得前20年前都是那个单日子是结婚，双日子是离婚，好像是我印象中。然后呢，单日的领的是红证，双日的领的是蓝证，但是现在都是红证。你再领个证就算离婚，就是在民政局领的。所以说我们离婚率高达多少？说那吓一跳啊8%。夸张了，哪有那么高？啊，正常来说37嘛。这么高？高吗？高。100对当中37对，1000对当370，37%嘛，都是离婚的。当然了，原因有很多啊，其中有非常大的原因，这是什么？房子问题啊，房子啊，因为你不离婚的话，你买房不就懂吗？不就贵吗？啊，不，首付不就高吗？2套房嘛，离了婚不就可以了？有一部分这个原因，所以你会发现在西方离婚很困难，在西方不好离，在中国好离。中国俩人一不开心啊。不是那样说，你没经验。这日子能不能过？不能。当这个女的说这个男的说的什么话的时候，这男的说急了会问一句话，这就叫话赶话。问你看我不行是吗？你看谁行跟谁过去。好，这句话一开始，下面的话就是这样的话了。那你告诉我这话怎么接？那离吧。对，那咱就离吧。下句怎么接？女的说什么？离就离呗。离就离。下句怎么接？男的说什么？啊什么？怎么接？对，谁不离谁是混蛋，谁是孙子，对不对？彩礼给我。没有，那句没有，是不是这么接？好，下句怎么接？好，下句怎么接？下句怎么接？不对，下句接的是明天早上几点，咱民政局门口见，谁不去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接？这个话说到这个份儿，只能这么接了，没法接了嘛。好，就这样一下子，俩人就悄没丝儿的就离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义气。就那么帅就离了。西方不是，西方离不了，没法离，因为中国的婚姻是什么？是什么婚姻？中国的婚姻是法律婚姻，对吗？西方自由。不是，西方是公证婚姻。什么叫公证婚姻？它不需要你这么麻烦，它是需要把所有的家长叫一块儿，然后有牧师站在那儿，然后问你，哎，Miss， 你愿不愿意嫁给他？那么你要想离。好了，来事儿了啊！因为在他们那个，在基督教当中，是没有离婚的概念的，是没有离婚，是没有堕胎的概念的，是不允许的。所以你要想离也行，来，你把所有人叫一块儿吧，来，再来一遍的话，牧师不去，牧师不去，一般牧师不会见证这种事情的，因为你怎么样？因为你契约了，基督教不是不让。因为你契约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就会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结婚的时候都会怎么样，都会就会办很大的酒席，找很多人来，知道原因是什么吗？不是排面，哎，你真聪明，是见证，记住是见证。为什么很多男人不愿意离婚的原因就在这儿了，是因为他找了很多人，你不能悄没丝儿的结了婚，最后他悄没丝儿的跟你离了，见证了很多人，他亲朋好友什么的，姑娘就都到齐了，而且当场你好这么大的牌面，你对吧？你假模惺惺的走了个地毯，什么戴了个戒指，巴拉巴拉的，结果把他录好像给你，
赶明儿你想契约的时候，成本高不高？高太高了，渣男或者渣女，对不对？你看你这个当时你怎么跟我说的？当那么多的面儿，结果你的社会上的信誉是不是低了？是不是低了？对吧？连媳妇儿都抛弃了，还有谁不能抛弃呢？对吧？也就是说你交朋友的时候，先看什么？人品人品怎么看呢？性能怎么看呢？拿什么来判断它？拿什么来判断它？更加直接、更加客观、更加具体看你那啊！第一，看对父母怎么样，对吗？对不对？百善孝当先嘛，对吗？如果他对父母不行，他对你能好了吗？对，那肯定啊。第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看他发妻，对他发妻怎么样，对吗？是不是？他对他媳妇儿生儿育女都不行，都能对你好吗？对不对？能理解吗？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判断它靠这个判断，所以这就是成本巨高。很多男人就你说大天去，小三儿如何，他也不能离婚，不能随便离婚。离了婚之后，他社会的成本太高了，知道吗？因为去年你拉着我吃饭是这个女的，结果今年拉着我是那个女的，那不乱套了吗？那一看这人怎么回事？当然了，你要是没有常识的话，可能就会被骗，对不对？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给女朋友或者给男朋友都一样啊，你给女朋友去转账，转多少钱？怎么转？微信哦，我知道转多少，怎么转？转200，转200，对不起，不，比如说转2000，转2万，对吗？最终结果是什么？自愿登记有一天你俩散伙了，这钱要得回来吗？要不要得回来，转2900，记住要得回来。打出转账记录一看多少钱，你就给我，要得回来。知道什么钱要不回来吗自愿登记？No， 你竟然给他转了个1314，你给他转了个520，你给他转了个1314520，你给他转了个5201314，你要不回来。你转了个什么999666，要不回来，为啥？因为那属于赠与，在恋爱期间你给的这个东西就要不回来了，就没戏了。但是如果是个什么2000、2万，懂吗？5万，完了，这个能要回来。所以当年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不能说是谁，姓郎，这个人是个经济学家，就跟这个学这个经济的特别聪明。他给他的女朋友买的房子，包括转的账，全都不是特殊的，全都是正式的，包括买的房子。这女的特别聪明，女的说：“哎呀，老公，你拿我的名字写拿我的名字写吧，没问题，拿你名字写可以。”他拿他名字写的，女的觉得啊，这房是我的了，还倍儿美。但是，他竟然给女的买的款不是不是这个女的的转账，是这个男的把这个钱以公司的名义打到了这个房管公司。明白他怎么干的吗？懂了。他就告诉这女的：“哎呀，我现在我自个儿不方便，我拿我公司给你把这钱给你付了吧。”那女的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就把它给转了。转了，结果这个女的出了点问题，之后，这男的就要跟他分手，来把所有的我的钱和我的房给我。这女的说：“啊，不可能，名字是我的，你的是吗？等着的。”咔，一起诉，别废话，还。为什么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公司因为当时转账是整笔转的，连分手费都没有，而且还有就是这个房子你的名字，但你的款项是谁？是公司给打过去的，而且公司的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是一男的。对不起，我返还，不返还也行，把这钱给我还了，不但要还了，还要还什么？利息，把利息给我还掉。所以这就是你忽然发现，哇，天哪，这里面这么多套路。那当然，所以说要上学嘛。你不上学，你不懂，你很多东西都不懂，关于你的什么考学、婚姻、恋爱等等问题，你都会被人套路的。